江小姐，您确定要转移名下资产，带着儿子永久出国定居吗？确定。江小姐，我再跟您确认一遍，签下这个文件以后，您和孩子就再也见不到孩子父亲了。我就是要去父留子。好的，我们已经为您启动了您和您儿子的移民程序，以及资产转移海外程序，3天后转移完毕。顾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即将破产。您出国的飞机也已经帮您预订好了。和顾文舟结婚6年后，我决定结束这段婚姻。人不会突然决定离开，除非他攒了足够多的事业。江总，江总好，老板娘回来了。江副总，您不是病了，在医院休养吗？怎么突然来公司了？顾总可是很想您呐。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回来看看。今天是我们结婚6周年纪念日，不知道文舟会给我准备什么样的惊喜。文舟，你怎么在我办公室？他是……哦，宁宁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她是我的实习生楚芊芊，能力很强。你怎么穿着我的裙子，戴着我的项链？顾文舟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衣柜里的高定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身上？一套衣服和首饰而已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回头我送你一套新的不就行了？一套衣服而已，这套是限量手工高定，全球只有1套，是6年前你送给我的定情礼物。他楚芊芊什么身份，也配穿这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把我收藏的珠宝随意送给他人？文舟哥，江宁姐她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不用管她。江宁姐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。文舟哥说我陪他去见客户，应该穿得正式一点，他觉得我穿这条裙子好看，所以我就穿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是你的。现在知道了，那就脱下来烧了，我有洁癖。嫌脏，这么不守规矩的东西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招进来的？够了，芊芊是我亲自招进来的，我们一会儿还有事情要谈，你先出去冷静一下。江宁，别在这胡闹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一个实习生，也配在我副总裁的办公室里面谈项目？夫人，这间办公室已经不是您的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一个集团副总，公司老板娘，为什么我的私人办公室会被一个实习生给占了？江总，在您生病住院这段期间，顾总说办公室空着也是空着，先让楚秘书来用的。顾文舟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阿宁，你生病住院这段时间呢，我工作很忙，没去看你是我的不对。但是不就一间办公室吗？反正你又不用，给芊芊用一下怎么了？至于这么生气吗？文舟哥，你就别再替我争了。江宁姐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实习生，哪配穿这么好的裙子，有这么好的办公室？我这就搬走，把办公室还给江宁姐。不用搬，这次和秦氏集团合作，你帮了我很多，这些呢，都是你应得的。我的全家福，我的奖状，我的证书呢？这证书是我花了整整2年给顾氏拿到的设计大赛第1，这奖状是我为了顾氏上市连夜赶稿，熬出一身病得来的。这全家福是我们儿子满月一起照的。
顾文舟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我陪你从谷底走到现在，而你却纵容他把我最珍贵的东西扔进垃圾桶。江宁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叫我的名字？顾文舟，我给你3分钟，把这里恢复成原样。江宁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是几个破奖杯，一张破照片吗？芊芊她年纪还小，又不知道这些。可你呢？你是我老婆，是公司副总，照顾新人有什么问题？何必要闹得这么难看？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秦氏集团的人就快到了，走，我带你出去谈。还有1分钟。时间到了，顾文舟，你既然执意要为一个实习生出头，那你就别怪我心狠了。秦姐，我是江宁，关于秦氏集团与顾氏集团的合作，可以终止掉了。我生病住院1周，公司离职70多位员工，设计部产出下降20%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江宁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秦氏集团的秦总当众羞辱楚芊芊，说她是绿茶、白莲花，不要脸靠身体上位。他说错了吗？他还说，没有你江家的海外资产扶持，就没有现在的顾氏集团。还说我趁你住院期间包养实习生，不知好歹，忘恩负义。江宁，这些都是你造的谣。顾文舟，我没你那么无聊，是非对错，旁人有眼睛，自会评判。芊芊一个女孩子，性格柔弱不堪受辱，已经走了，和秦氏集团的合作也黄了。江宁，这下你满意了是不是？对，满意，我非常满意。顾文舟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我江宁从来不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，你给我看好了。江宁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快住手！你会受伤的。我受伤还不是拜你所赐。又耍大小姐脾气，你说话非要带刺吗？这些都是我从海外拍卖回来收藏的。江宁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毁了我的高定裙子和项链，我砸了你的藏酒，烧了你的画，这很公平。最后一次，别再让我看到楚芊芊。江宁，你真是疯了！江总可是海外财阀的继承人，要是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顾氏集团。要我说，夫人才是对公司贡献最大的那个。反正吧，江总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我这一辈子只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他。我也是。喂，
你就是那个白莲花绿茶？挑拨顾总和夫人的感情，真不要脸！我的工牌，我的工牌！哼，你穿着江总的衣服，戴着江总的首饰，坐着江总的办公室，整天在公司里面招摇过市。在你把江总为公司辛苦拿下的证书和全家福扔进垃圾桶里的时候，你就该想到这一天了。赶紧从公司里滚蛋，不然，信不信我杀你？文州哥，我已经递了辞呈，准备要离职了，可是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再见了，文州哥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决定，你千万不要怪江宁姐，她都是为你好。夫人，先生工作太忙，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佑佑了，要不要给先生打个电话？你就是顾先生，长得还挺帅嘛。听我爸爸说，你需要江氏集团的资源和人脉，好巧，我江氏也需要顾家在国内的生产基地。这场商业联姻，我答应了。阿宁，这对我来说不只是商业联姻，我是真心喜欢你。婚后我会好好爱你，保护你，我们生个宝宝，一起白头偕老。江宁，为什么派人欺负楚芊芊，还找媒体网暴她？为什么派人欺负楚芊芊，还找媒体网暴她？我没有网暴她。顾总，我被网暴了。江宁姐的朋友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，所有人都在骂我，说我是绿茶白莲花，是靠身体上位的心机女。江宁姐的手下发了我的地址，他们说他们要打死我，我好害怕呀，不敢出门。江宁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楚芊芊她已经离开了，她已经辞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针对她？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恶毒？用着夫人的名号，肆意妄为，滥用职权。王嫂来了，先把悠悠带出去。好好好。你的手怎么了？顾文正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楚芊芊被欺负和网暴都不是我授意的，是你无底线的纵容和溺爱，让她有了非分之想，现在连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我和楚芊芊清清白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清清白白，会送她裙子，会送她首饰，会让她搬到你办公室隔壁，会让她离你这么近。你之前的秘书，临时在你办公室汇报工作你都不让，现在为了这个实习生频繁破例，甚至为了他当着儿子的面对我怒目相向。阿宁，顾文正，我的确是爱你，否则我当年不会嫁给你，也不会冒着难产大出血的风险生下佑佑。可我江宁不是任人欺负的人，我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欺骗与隐瞒，哪怕你只是精神出轨，我也不介意给我的儿子换个爸爸。
闭嘴！我不许！你现在要为了他打我是吗，顾文成？你动手啊！住！江宁，是因为我娶了你，才会尊重你，对你百般忍让，才让你变得这么任性，滥用职权，伤害我的员工。楚芊芊什么都没有做错，这次我不会牺牲的，更不允许你乱来。江宁姐，顾总刚刚重新聘用了楚芊芊，担任首席秘书，薪资和地位都等同于副总，还专门让法务发了声明，说楚芊芊是他的人，任何人敢造谣针对他，就立刻滚蛋。职场上的风雨都过去了，感谢顾总帮我洗清了某些小人的谣言。江宁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顾总的，绝不辜负江宁姐对我的信任。女儿啊，我听说文州最近和一个女实习生走得很近，怎么回事啊？她是不是让你受委屈了？江总，我听顾氏集团的员工说，你老公和一个女秘书关系不一般，你得小心了。婚前，我也是家里的小公主，是江氏财团众星捧月的继承人。为了你，我几乎放弃一切，到最后，却得到一句疯女人。Started in a gaudy place. I was young, full of faith. No one 李律师，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，确保带走我名下所有资产。另外，儿子归我，我要去父留子。江总，离婚不是小事。我要在3天内看到协议，不用告诉顾文成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6年前，各位只是出于信任，便跟随我远赴重洋来到顾氏。从今天起，当年江氏财团投入到顾氏的所有核心技术团队，都以双倍薪资全部调回江氏，3天后执行。对了，通知江氏所有合作伙伴，暂停与顾氏集团所有合作项目。是，江总。江小姐，我们已经为您启动了您和您儿子的移民程序，以及资产转移海外程序。3天后转移完毕，顾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即将破产。您出国的飞机也已经帮您预订好了。6年婚姻，我投入了太多感情，才让他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。如今都该收回，过了之后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感谢顾总送的海景大别墅和蔷薇之心，顾总的心意我会好好珍藏的。感谢顾总带我参加行业峰会，见到了好多大佬，我一定会做好顾氏品牌部，期待早日超越江氏品牌。江宁姐，这是我给文州哥做的爱心便当，文州哥说很好吃，有家的味道呢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。夫人，您的律师刚刚来过，送来了离婚协议。啊，您助理说私人飞机的海外航线已经申请好了，距离预定的起飞时间还有3个小时。知道了，我会准时去的。对了，王嫂，你跟我们一起出国吧，以后你就是江氏的人，我会以最高的待遇聘用你。啊，可是夫人，我只是个保姆，年纪也大了。没事，悠悠从出生起都是你一直在照顾，我怕带她离开后，悠悠会不习惯。好了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带她来家宴的。您就是太宠着她了，才让她每次都发大小姐脾气。
我怕带他离开后，又有不想的理解。离开？阿宁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刚刚好像听到你说……没什么，有事吗？哦，今天是妈妈生日，他们想让我们一起回老宅吃饭。爸妈整天念叨你，你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可是飞机还有2小时就起飞了。还有，你都几天没去公司了？芊芊天天在公司陪我加班，一句怨言都没有。江宁，你要是还在闹脾气，我就自己过去。你先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王嫂，你先带悠悠去机场，我随后就来。Say your prayer. Don't go far. Let you right by my side. 是时候把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。年年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妈给你买的新首饰，快看看喜不喜欢。娘娘啊，你最喜欢的辣子鸡，我亲手做的啊！谢谢爸妈。文州那个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告诉我们，爸妈给你撑腰。坐。爸妈，其实爸妈，她是楚芊芊，是我的。臭小子，今天是家宴，你带个外人回来干什么？妈，他不是外人，是我的首席秘书。我们刚处理完公事，顺路一起回来的。这是家宴，怎么能跟公司事务一样啊？你现在马上让他出去。伯父伯母，我只是想来拜访你们，给伯母送个生日礼物，你们别生气，我这就走。江宁姐，你这么大度，肯定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顾文州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王婶儿，送客。行了吧，芊芊是个女孩子，在公司忙了一天，饭都没有吃，就让她留下来吃个饭吧。你，文州哥，要不我还是……吃吧，你最喜欢的白灼虾。你也吃？不用了，我饱了，先去休息了。你们继续。顾文州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年年的海鲜过敏从来不吃虾。臭小子，还不去给宁宁道歉？我是最近工作太忙忘记了。可是爸妈，你们也太偏心了吧！我们是正常的夫妻，为什么每一次吵架都要我来道歉呢？都是你做错了，家宴带一个外人来，这成何体统？宁宁她那么爱你，这些年为了你，为了顾氏付出了多少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我们就算不认你这个儿子，也要认她这个女孩。她现在脾气是越来越大，这都是你们惯的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我还要小心翼翼的顾她一辈子吗？文州哥，求你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再给江宁姐一次机会吧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让着她，再哄她一次。难道我还要小心翼翼的顾她一辈子吗？海外资产已经到账了。夫人，小少爷已经到机场了，飞机马上起飞，正吵着要您呢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就来。宁宁，戴上这枚戒指，你就被我圈住了，100年不许变。
我顾文州要陪江宁一辈子，真心不变，白头偕老。这6年的感情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再见了，顾文州。什么？他要跟我离婚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阿宁要跟我离婚？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阿宁问清楚。江宁，我知道你和悠悠在家，你听我解释。江宁他人呢？先生，这栋房子的女主人已经搬走了。你有没有看见江宁？你呢？看到没有？没有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阿宁，到底在哪儿？温州哥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找到妮妮了吗？到底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结婚6年来，阿宁不是在公司做设计，就是在家照顾佑佑，他还能去哪？够了，文州，是妈没有教好你，你才会这么幼稚。宁宁她可是海外财阀的小公主，她从一出生开始身份就是尊贵的，你觉得她就该为了你相夫教子，洗手做羹汤吗？啊！你回来了，我第一次下厨，你快尝尝，好不好吃？不用了，我出去吃。这么看，卖相好像是有点差，不过下次再努力吧。是啊，我怎么忘记了？她原来也是家里千娇百宠的小公主，也不是生来就会做这些的。宁宁性格骄傲，她不愿意和那些性格古怪的贵妇应酬，可是她为了帮你，宁愿去讨好那些贵妇，陪他们打高尔夫球、喝下午茶，参加各种无聊的拍卖会。前段时间她住院，就是因为陪着那些贵妇去酒庄参加品酒大会导致的酒精过敏。不可能！这些事我怎么从来不知道？叔叔，您说的这些也太夸张了吧？江小姐好歹是江氏集团的大小姐呀，用得着讨好那些贵妇吗？是啊，爸，我从来没要求过她做这些。你就算偏心江宁，也不能乱说啊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顾氏5年前就只是一家2流的企业，而江氏财团手握庞大的资金和人脉，他们有更好的选择。一开始，他们根本就不同意和顾氏联姻。就因为你当年的一句承诺，他不顾父母反对，硬扛了5年的家族压力，放下身段，只是为了帮你，帮我们顾家。这些事情，你难道一次都没看见吗？啊！这些事怎么没人告诉过我？愚笨！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这5年来，你很少回家，我跟你爸都是宁宁在照顾。去年我老毛病犯了，坐在轮椅上半年，大小便失禁都是阿宁在照顾我，她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们，就连亲生女儿都做不到这种程度。妈，您老毛病又犯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您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少爷，您1年回老宅也就1、2次，回来就说公司忙，想跟你说都没机会呀。反倒是江小姐天天都来这里陪二老聊天。这么晚才回来，要去哪儿玩了？我只是去了趟老宅。算了，我很累，不想听，睡吧，大小姐。难道真的是你做了？你总说
我们把她当成小公主，天天送礼物，过度宠爱她。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，她这么多年背后的付出。她嫁给你这些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她从来都不说。是啊，少爷，您是不是忘了1周前江小姐出院的那天，其实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？阿宁，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都会给你准备礼物。收到，顾大少爷。是忘了，他病的这段时间，我不但没有去医院看望他，还没有给他准备礼物，是我错了，真的是我错了。文州哥，你们怎么能光顾着指责文州哥呢？他每天工作那么忙。再说了，江宁姐明明知道，我也没住口！有心者不用教，无心者也教不会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还要怎么提醒才算啊？江小姐的礼物早在1个月前就准备好了。少爷，您不给江小姐准备礼物也就算了，怎么能在结婚纪念日上带个外人来家里为难她呢？顾文州，你怎么忍心呢？这是山海大师的手工定制款，定制的人需要亲自参与珠宝制作。文州，结婚6周年快乐！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个6年。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何苦要诛心呢？要是我们把你惯坏了，今天我用家法教训你。是我的错，我该打。叔叔，别打了！你要是再生气的话，你就打我吧，叔叔。走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，不许再踏入老寨半步！是。有什么用？晚了！宁宁她已经被你气走了。我别打了，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阿宁找回来的。可是你已经伤透了他的心，万一他再也不想见你，再也不回来了呢？不会的，还有悠悠呢，他不会放下悠悠不管的。喂，什么？悠悠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顾总，我刚才得到消息，小少爷1周前已经被办理海外定居的手续了，现在不在国内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总，还有一件事，夫人在离开前已经将顾氏集团的所有资产全部转移，公司账面上的所有流动资金也都转走了。文州哥，我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你最喜欢的冰美式，我还亲手做了便当呢。你看，看不出来我很烦吗？文州哥，抱歉。叫顾文州给我出来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秦氏集团和你们顾氏永不合作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秦总，秦总，张总，咱们之前不是和顾氏集团合作的好好的吗？怎么忽然就不合作了？我一开始就是冲着江小姐的设计能力才和你们顾氏合作的。我现在听说江小姐离开你们顾氏集团，既然她走了，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合作下去了。没错，我们跟顾氏集团合作，一直给的都是最低的价格，就是为了拿到江小姐的设计。今天要是见不到江宁本人，合作终止。顾总，夫人和少爷已经不见了。
资金链也断了，合作也没了，咱们这怎么办呀？公司这边先稳住他们，先采取应急预案吧。我累了，你们先走吧。阿宁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回来了？温州哥，你也别太担心江宁姐了，她性子骄纵，说不定啊，她是故意关机玩消失，其实根本就没有走，就等着你啊心急后悔。再说了，你和江宁姐每次闹别扭，最后不都是她乖乖的回来找你吗？不，我觉得这次不一样。放心吧，温州哥，就算退一万步讲，江宁姐她在公司经营了6年，现在顾氏集团发展的这么大，全国1半以上的市场都是我们的，她怎么可能舍得顾夫人这个位置呢？她呀，一定会回来的。来，温州哥，喝杯咖啡休息一下，公司的事你就交给我。放心，我会永远都陪在你身边的。你是斯坦福大学设计专业毕业的，你的能力我放心，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阿宁和佑佑。那公司这边就先交给你了。公司应急预案一共能拿出多少资金？现在银行已经停止给我们贷款了，公司账面上最多只有3000万了。3000万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只够做1个项目呀！是啊，这次项目如果失败的话，顾氏就只能破产了。我早就说了，顾氏没有夫人是不行的。要不是他们把夫人逼死，现在怎么会？闭嘴！江宁她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你们都给我听清楚，江宁她已经走了，现在我才是顾氏集团的首席秘书长，设计部的代理掌权人。她江宁能做到，我会比她做得更好。把3000万的资金单独开一条生产线，全部去做我的新设计。这设计看起来是不错，很有灵气。我怎么感觉这图纸有点眼熟啊？这是我的原创设计，怎么可能眼熟？可是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我可是名牌大学服装设计专业，无懈抄袭，不可能抄袭。各位如果谁还有反对意见，可以离开公司，我不介意开除你。江总，5年前投入顾总部下的那100名核心员工，现在已全部向咱们江氏集团递交了入职申请。顾氏集团的股票开盘即跌停，亏损超100亿。好，顾文洲是什么反应？顾先生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找您和少爷，但是我已经将您和少爷的痕迹全部抹去，保证他不会发现什么。哦，对了，江总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哦，据说楚芊芊那个实习生暂时接管了您之前带出来的设计团队，还刚刚召开了高管会议，说是要挪用顾氏全部的备用资金去完成这件事。我扔进垃圾桶的设计图，居然有人捡起来当成宝，真有意思。楚芊芊她一定没想到，这张图纸就算我不要，也已经申请了专利保护。顾文洲，这就是你宁愿和我决裂，也要保护的废物。宁宁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现在说这些，已经太晚了。去放出消息，是时候让顾文洲知道楚芊芊的真面目。太好了，江总，咱们早就该这么做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可是江总，咱们真的就打算放弃国内市场了吗？当然不，爸爸早就说过，国内才是未来的发展天下。我要亲自成立一个佑宁集团，带着佑佑，以新的身份重新回到国内，独立发展事业。
我离开的那天就说过，向前走，别回头。我要离职。好想法，加我一个。我也要离职。这个破工作谁爱干谁干，反正我是干不下去了。好想念江总啊！跟着楚芊芊这种烂人，设计部早晚完蛋，还有什么前途呀？就是，现在顾氏集团是被告，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氏被谁告了？公司就算再紧张，也不可能不给员工发工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顾总，您将公司交给楚秘书代管后，他将仅剩的3000万投入到自己的新设计，3天之内做出了100万件。现在被曝光出来，那个设计图是夫人的。江氏的法务部已经把我们告了。抄袭设计不允许销售，还要赔偿5000万。是啊，顾总，咱们公司现在账面上已经没有钱了，老的管理层都被楚秘书开除了，员工闹着离职，合作伙伴跟股东都在外面嚷嚷着要赔钱。唉，顾氏这次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赔钱！赔钱！让我们进去！怎么会这样？江总万岁！各位，今天咱们顾氏集团成功上市了，而且还拿了产品创新的第1名，那可是未来可期啊！这还多亏了咱们江总。没有夫人，哪里会有这么好的设计？公司能这么快上市，要我说呀，这顾氏集团没了谁都不能没了咱们江宁姐呀！哎，别胡说，你们顾总每天加班到凌晨，我们顾氏集团能上市拿奖，文州才是出力最多的那个。好了，走，我请你们去酒吧开心一下。走。文州哥，你找我呀？文州哥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啊？这你怎么解释？我承认，这张设计图确实不是我画的，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江宁姐的作品啊，不然我不会用的。温州哥，算了，不就是3000万吗？亏了就亏了，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的，对吧，温州哥？算不了什么，这是顾氏集团仅剩的一丝生机。楚芊芊，你1个月工资不到8000，怎么好意思说3000万不算什么？你可知道，阿宁他当年为了给顾氏拿到设计大赛第1名，将近通宵1个月，每天只睡3小时。温州哥，我知道，在你心里面我比不上江宁姐，她什么都比我强。有的时候我也羡慕，如果我有她这么好的出身，我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好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文州哥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我承认江宁姐比我会投胎，比我运气好，比我先遇到了你。可是我才是最懂你的那个。这次如果你不好好跟我道歉，我会很伤心的。顾总，还要跟上次一样给楚小姐准备礼物跟惊喜吗？不用了，帮我去查一下楚芊芊，她连最基本的设计能力都没有，我怀疑她的履历造假。马上召开董事会，我有事情要说。好。逆子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顾氏交到你手上才几天，就要倒闭了。臭小子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。说吧，忽然叫我们过来有什么事？爸妈以及董事会成员们，这段时间以来是我错了，但你们放心，我做的错事我来承担。今天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
你来了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文州哥，你这次又要给我什么惊喜啊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文州哥，顾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天哪！楚芊芊以前竟然是地下酒吧陪酒的，还被老男人包养过，还当过小偷。不对啊，他不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吗？不是还拿过全球世纪大赛金奖吗？不是，不，这照片不是我，这照片都是假的，不是我。文州哥，这肯定是弄错了，你快把照片删掉啊！我已经派人调查过，你的斯坦福大学学历，还有设计大赛金奖，全都是假的。还有我撞你的那次车祸，也是你精心设计过的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躲过公司调查，直接接近我。楚芊芊，真是让我恶心。文州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相信我，肯定是有人诬陷我。楚芊芊，你就别狡辩了，我亲自打过电话，你的母校、你的同事，他们都不认识你。各位，楚芊芊学历造假，资质造假，我今天以顾氏集团总裁的身份将他辞退，从今以后不准踏入公司半步。文州哥，我求你了，别开除我！我要是走了，谁来照顾你啊，文州哥？让开！我不需要你的照顾，你已经犯罪了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文州哥，不要，不要！你这个逆子啊！我说你什么好？为了一个当过小偷的陪酒女，你居然三番五次的打破底线，不惜赶走你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没用的，就算你把楚芊芊开除了，又能怎么样？顾氏集团现在负面新闻缠身，合作都没了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我只想要我的宁宁回来，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宁宁她已经走了。是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是我已经把楚芊芊开除了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我相信阿宁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妈，阿宁她还是爱我的，她只是生气了。你说，她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顾总，我之前调查了楚芊芊在公司的监控，发现了一些证据。放心吧，顾文州啊，他真以为自己撞了我，只顾着跟我道歉，一点都没怀疑我的来历。他呀，还真以为我是斯坦福的高材生呢。江宁，什么狗屁总裁夫人？不还得给我乖乖让位吗？你的衣服，你的首饰，包括这间办公室，马上就得是我的了。很快，就连你的老公顾文州也要是我的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江宁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不就是几个破奖杯，一张破照片吗？芊芊她年纪还小，她不懂这些，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记住，等我离开公司之后，你们就开始买水军，疯狂网暴我，千万不要留情，怕顾文州容易心软，到时候肯定会用更高的价格再把我招回去，看他江宁还拿什么跟我斗。原来我从来没信过阿宁说的话。顾文州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楚芊芊被欺负和网暴都不是我授意的。够了，楚芊芊什么都没做错，这次不会牺牲的，更不允许你乱来。文州，你看看你做的什么事儿！
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垃圾，伤透了宁宁的心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对不起，阿宁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会用我的余生去弥补你，对你和悠悠好的。各位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务必要找到夫人，求她回来，麻烦各位了。江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江氏资本在国内成立了佑宁集团，这里就是佑宁集团的大楼了。我们已经联系了国内合作商，其中金钟首富集团对此特别有兴趣，想约您今天面谈。好，可以。是你。没想到爸爸让我来见的合作对象居然是你，好巧。是啊，自从江家去海外发展生意后，我们快有10多年没见了。江宁，我们2个以前也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。你别跑！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嫁给你。好啊，说好了，不许反悔。其实今天不是凑巧。傅慎行，没错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可我离了婚，已经有孩子了。没想到年少时的一句诺言，这么多年，你居然一直没有结婚。没办法，年少时遇到太惊艳的人，以至于到后面遇到的人都差点意思。傅慎行，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很抱歉，婚姻6年，我好像已经失去爱人的能力了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等你这件事情我早已习惯了，我可以一直等。阿宁，我只需要你点头，同意我站在你身边。爸，别叫我爸，你和宁宁已经离婚了。当年从一开始我就不同意这门婚事。爸，我现在满世界都找不到阿宁，求您告诉我她在哪儿，我真的很想她。无可奉告。阿宁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顾总，国内忽然出现了一个新的佑宁集团，势头很猛，已经抢占了我们很多份额，要不要调查一下？你们随便吧，我现在只想找到阿宁。等等，佑宁集团，佑佑和宁宁，一定是阿宁回国之后创立的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回国跟阿宁道歉。江总，要不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吧。不用了，我很快就能画完。这是佑宁集团的第1个产品，一定要好好做。可是胃疼还要逞强，再怎么说也要先吃饭。快趁热吃，我亲手给你做的。没想到你一个大男人厨艺这么好啊。那当然，你小时候吃饭可挑剔了，厨师做的你都不喜欢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以后好好练练厨艺，这样等我长大了就能好好照顾。知道你不能吃海鲜，一点海鲜也没放。宁宁，你马上就过生日了，这个是我亲手为你设计的珠宝，用了你最喜欢的蓝宝石，喜欢吗？顾文舟，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宁宁她海鲜过敏，从来都不吃虾。
顾文舟，你为什么把我收藏的珠宝随意送给他人？还呆着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被人偏爱和在意的感觉，真好。阿宁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那么爱我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请问，这里是幼宁集团总裁的办公室吗？是你，江总的前夫怎么来了？是佑佑，太好了，真的是阿宁，他真的回来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江总他现在不在公司。我知道你是阿宁的海外总助理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。求你了，让我见他一面可以吗？我现在满世界都找不到他，真的快崩溃了。抱歉，顾先生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江总离开公司前特意交代过，他们参加家宴这段期间不允许任何人打扰。他们除了阿宁参加家宴，难道还有其他人吗？抱歉，不方便透露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求您了，就让我进去跟阿宁见一面吧。怎么又是你这个混账？爸，你别叫我爸！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女儿的事儿，你还有脸管我叫爸？宁宁她现在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呀，算了，让他进去吧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悠悠的爸爸，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吧？再说了，宁宁现在跟他离婚的事儿，总得说开了有个结果。进去吧。你坐吧，宁宁马上就要回来了。宁宁，终于见到你了。顾文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宁宁，冷气开得太大了，别着凉了。你谁呀？凭什么照顾我老婆？顾先生，请你自重，不要在我家发疯。你就是那个允许冒牌实习生欺负宁宁的前夫。今天是家宴，看在伯父伯母的面子上，我暂时不跟你计较。宁宁，菜马上凉了，去吃饭吧。嗯，好。站住！江宁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这里是江家的家宴，你为什么要带一个外人进来？外人？顾文舟，你也配说外人两个字？你跟宁宁已经离婚了，在这个家里，你才是外人。混账！要说先来后到，沈行这孩子才是先来的，他是从小被我们看着长大的。要不是你突然向我女儿求婚，我女儿又同意了，这门婚事哪能轮得上你？沈行这孩子才是我们一直看好的女婿。我女儿嫁给你那是下嫁，当初她顶着家族的压力嫁给你，为你生儿育女，又在你们顾氏整整工作了6年，帮你们顾氏从一个2流企业一步一步走到了杭城首富，你又是怎么对她的？顾先生，6年前你抢走了我的婚事，我其实不怪你，毕竟感情的事情上没有先后之分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宁宁选择离开你，你其实什么都不是。是我错了，对不起阿宁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改正，好不好？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是你没有珍惜。顾文舟，我已经为你破过一次例，
不会再有第二次。不要因为他影响心情。我们去吃饭吧。顾县长，你们顾家也有家宴，想必平时都是和安宁一起去的吧？没错。你以前对宁宁做的事情，我都有了解。你今天觉得我是一个外人站在这里你会难受，那顾家家宴上的阿宁呢？你有替他考虑过吗？爸妈，他是楚芊芊，是我的。臭小子，今天是家宴，你带个外人回来干什么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王婶儿，送客。行了吧，芊芊是个女孩子，在公司忙了一天，饭都没有吃，就让她留下来吃个饭吧。你。顾文昭，你如果学不会爱她，那就我来。以后我会是她的丈夫，我会好好照顾她，爱她，照顾佑。阿宁是我的，你不可以夺走他。还有佑佑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你凭什么？住手！顾文昭，我来告诉你凭什么？就凭你已经不是我的丈夫，就凭我已经不要你了。你敢当着我爸妈的面动手打人，就是跟我们一家过不去。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阿宁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做不到，眼睁睁的看着他把你夺走，我做不到。顾文昭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之所以今天还能在这儿，只是因为你是佑佑的爸爸。我和盛行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但我也没有必要向你解释，因为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，你也没有资格对我的私生活指指点点。可是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字，阿宁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向你保证。顾文昭，离婚协议签不签由不得你，这件事我傅氏集团的法务部门会联合江氏的法务部门一并处理。现在请你离开，我不想在这儿和你动手。顾先生，请。阿宁，等一下，阿宁，阿宁，宁宁，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，多吃一点。宁宁啊，你结婚5年，这些温暖都是我曾经拥有的，只是没有好好珍惜。爸妈，这些年忙于事业和感情，忽略了你们，对不起。一家人说什么抱歉的话呀？明天跟着爸爸一块去钓鱼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失去了才知道后悔。阿宁，你要是能回来就好了。原谅我，我愿意一辈子去弥补你。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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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文昭，你怎么了？文昭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阿宁，你终于肯原谅我了。阿宁，阿宁，阿宁，这是在哪儿？我怎么在医院？啊，顾先生，你醒了，你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，低血糖晕倒了。文昭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医生，是谁送我过来的？阿宁他人呢？哎，顾先生，您别乱动，送你来的人已经走了，不过我这里有他的联系方式。王嫂，昨天晚上是王嫂送我过来的。是。原来都是幻觉，也是，我已经伤透了阿宁的心。他又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原谅我？王嫂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道谢，我其实昨晚上并不想救你，可是佑佑才1岁，
我实在是不忍心他才这么小就没了爸爸。我已经很久没看过佑佑了，我想看看他，可以吗？这……顾文舟想看佑佑，让他看。可是我怕他……王嫂，顾文舟毕竟是佑佑的爸爸，佑佑刚出生时待在保温箱里，是顾文舟守在病房门口3天3夜没合眼。佑佑的玩具装满了一整个别墅，都是顾文舟买的。他是对我做了很多错事，对不起我，可是他没有对不起佑佑，他有探望佑佑的权利。这样吧，每周给他3个小时探望佑佑的时间。给你。谢谢。我也好久没有来过游乐园了，差点忘了，其实我也还不到30岁，在没结婚之前还是个孩子呢。游乐园这种地方，每对情侣都会来，我带你来，只希望你开心。文舟，我做了一个新的设计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这是什么？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要不周末……江宁，你几岁了还这么幼稚？我工作很忙，没空。盛行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嫁给顾文舟这6年里，我有很多个身份。我是顾氏集团的副总，是顾文舟八面玲珑的夫人，是佑佑无所不能的妈妈，是公公婆婆眼里几乎完美的儿媳妇。可唯独没有做过我自己，差点忘了，我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利。娘娘，你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可以做自己。以前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就忘了吧。娘娘，今天我们把整个游乐园都玩一遍。来，娘娘。或许我真的可以再踏出那一步。阿宁，我想只要有佑佑在，我们永远是一家3口。不过佑佑都1岁多了，你这个当爸的怎么连抱个孩子都不会呢？佑佑乖啊！抱歉，是我之前工作太忙了，很少抱佑佑。他从出生你就没有抱过他，佑佑现在不让你抱也很正常。江小姐其实工作也很忙，可是她不管再忙，每天早上去公司之前也会陪佑佑玩半个小时。那边都是佑佑喜欢的玩具，你拿个玩具来陪他玩吧。来，你的玩具。哎，佑佑，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个玩具是佑佑平时最喜欢玩的，怎么看到你拿这么大反应啊？文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你不必再插手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文舟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大野心，我只是想让你陪儿子玩一会儿。王嫂，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照顾宝宝这些，我确实不是很熟悉。但你能不能看在我是佑佑爸爸的份上，教教我？我一定能做好的，我一定能让佑佑。顾先生，3个小时的探望时间已经到了，你走吧。像你这样不称职的爸，佑佑以后长大了也不会想你的。顾先生，请吧。佑佑宝宝乖，我们有个好妈妈。来，文舟，你快来看，我们孩子会叫爸爸了。真的？喂，芊芊，是你脚崴了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在原地等我，我现在来接你。我有急事，得先走了。他的事，难道比我们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还重要吗？如果时光能倒流，如果能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会把楚芊芊招进公司，也不会再那样对阿宁了。文舟哥，
楚芊芊，你不是应该被抓起来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文州哥，我滚开！楚芊芊，顾氏已经倒闭了，我已经不是顾氏集团总裁，也已经没有你需要的东西了。文州哥，文州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帮我澄清一下好吗？我没有学历造假，我没有抄袭，也没有侵占公司财产，我不想进监狱。楚芊芊，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这些？你不过是个卖酒的小偷，每天在地下酒吧被不同的老男人包养和灌酒，却伪造学历混进我顾氏集团，害得我亏损了几千亿市值，也害得阿宁和我离婚，远赴海外去父留子，还有脸求我的谅解和澄清？够了，顾文舟，你以为你现在的处境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吗？不然呢？我说顾总，整个顾氏集团就算没有我，迟早也会有其他让你心动的实习生。因为你早就厌烦了江宁，你觉得他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，永远都会在你身边。可现在呢，江宁他不要你了。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你凭什么全都甩到我身上？你说的对，阿宁不要我了，确实是我的错，是我识人不清，是我骄傲自大，是我自以为站在顾氏的最高处，是全凭我自己的能力，却忘记了这些年是谁陪着我从最低谷一步步走来。但我知道我错了，也付出了代价。我犯的错，我愿用一辈子去忏悔。但是楚芊芊，你犯的错，没人能帮得了你，你自己去监狱里面忏悔吧。不要，文州哥，顾总看在我在公司照顾你、喜欢你的份上，你就闭嘴！楚芊芊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滚！顾文舟，既然你不愿意帮我，我就毁了这一切，谁都别想好过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下面我宣布，获得本季度最佳合作称号的是江宁小姐和傅慎行先生。那就多谢傅总的支持了。不用谢我，阿宁，你能得到今天这个奖，全靠自己能力出众。创办幽宁集团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就已经走到今天这个高度，你的未来会更加辉煌。两个年轻人真是年轻有为啊！是啊，听说他们俩还不到30岁呢，就这么有能力。不过你看呀，他们俩还挺般配的。江小姐这样优秀的人，居然甘心在顾氏集团当了5年的副总。哎，早知道是这样，就让我儿子也去追她了。那我现在不得是首富啊！感谢大家，感谢富士资本对我的支持。今后佑宁集团会继续深耕服装设计行业，继续探索更多的可能。谢谢。宁宁，刚才你在台上发言的样子真的很闪闪发光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骄傲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。他就是顾氏集团总裁，杭城首富。3年前，顾氏集团在服装行业可是第1呢。当时可是他亲自来领奖的呢。可我不是听说顾氏集团负面新闻缠身，已经倒闭了吗？他还来干什么？傅文舟，你又来这里发什么疯？上次在江氏老宅，你在家宴上发疯，害得伯父伯母几天没有睡。可在佑佑的份上，我已经放过你1次，别逼我对你在这里动手。我不知道，阿宁，
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既然顾氏集团已经倒闭了，那他就不再是企业家了。是谁让他进来的？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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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说这个顾文州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实习生提拔为副总，赶自己老婆出去，真是蠢到家了。这种人也配来这儿？顾文州，你3年前站在这儿领奖的时候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眼见你起高了，眼见你宴宾客，楼塌了。顾文州，你也看到了，这里没有人欢迎你，你走吧。阿宁，我知道我这样很让你讨厌，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见你一面。我这次来是来恭喜你的。是吗？顾文州，富士资本和佑宁集团强强联手，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，就把你们顾氏集团所有市场吃掉。你这么要强的一个人，会心甘情愿祝福阿宁？我是真心祝福你的。我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我打算从头开始，好好弥补你和佑佑。阿宁，我是真的想恭喜你，你能像3年前一样认一下我吗？宁宁，我拿到奖杯了，你看，顾氏集团年度第1。文州，恭喜你啊！谢谢你，宁宁。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拿不到这个奖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一起努力。顾氏的难关已经闯过去了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那恭喜你啊，顾总。任行，我们走吧。明明已经签好了离婚协议，可到了这一秒，我却没有勇气递出去。阿宁，我是真的不想和你结束这份关系，你是我此生的挚爱。阿宁，要怎么样你才肯原谅我？顾文州，你不是不愿意帮我，不是要我去坐牢吗？我能撞你1次，就能撞他江宁第2次。今天我就要让你尝尝失去最爱的人是什么滋味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只要是你做的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去老宅，给伯父伯母也做一顿。小心！阿宁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来你的幸福，这就是我的道歉和弥补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车怎么开不动了？该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出来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原来是你搞的鬼！你是谁呀？凭什么对我的车动手脚？顾芊芊，我可不是顾文州这个蠢货，你已经伤害了宁宁1次，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她第2次，害她酒精过敏的事，我不会就这么算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说了，让他们把高度数白酒给换了吗？怎么还这么难受？不好意思啊，江总，你和文州哥的结婚纪念日要在医院里过了，而我会陪着文州哥好好的过这一天的。富士资本养的这些私家侦探，如果连你这拙劣的手段都查不出来的话，那我叫他们有什么用？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，所以早早的就在我的车里做了手脚，就等着我今天上你。我输了，但是江宁你该死，
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痴心妄想！如果不是宁宁心软，你连踏进故事大门的资格都没有。芊芊，我看该死的人是你！楚芊芊，我看该死的人是你！没想到阿宁过敏住院，居然是你造成的。楚芊芊，做人怎么可以恶毒到这种程度？真是瞎了眼，才会把你招进顾氏集团。你闭嘴！他江宁哪点比我好？他只不过比我会投胎而已。如果他不是出生在江氏集团，怎么可能比我强？坐在顾夫人这个位置上的，这应该是我。你真是疯了！楚芊芊，你错了，财富是出生就有的，能力却是后天修来的。你之所以会被顾氏集团辞退，是因为你除了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手段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胡说！你所谓的能力，不过是用卑微到泥土里的手段，用尽心机去讨好一个男人；而你所谓的设计图，更不过是从我的垃圾桶里捡来的二手垃圾。你不过就是利用顾文昭泛滥的同情心，扮演受害者博取同情，靠取悦男人上。你所谓的能力到底在哪？在我眼里，连阿宁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。我杀了你！你在公司欺上瞒下，利用顾文昭对你的信任，造谣污蔑，开除员工。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怪任何人，都是你自己的报应。胡说！你胡说！不是这样的！楚芊芊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像你这样的垃圾，不是借用顾文昭给你的权利，就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。把他带下去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楚芊芊，陷害阿明这些事，你不得好死！顾总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忘了，你可是亲口说过我是你见过能力最强、你最喜欢的实习生啊！高定的裙子、珠宝、副总办公室都是你亲手给我的，你忘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不要再说了！不是这样的，我没做这些事，都是楚芊芊骗了我。宁宁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阿宁。伯父伯母，吃水果。宁宁啊，我们今天来是来给你道歉的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别这样。我和顾文周结婚6年，这6年以来，你们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顾文周有的我都有，而且是双倍。你们不欠我什么，不用道歉。文周这个混账，都是被我们给惯坏的。他从小性格就霸道，我们一直想着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人是好的，却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宁宁啊，文周这次的确是做错了事，我已经用家法教训过他了，他自己也已经知道错了，也辞退了那个实习生，把他送进了监狱。你看，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用自己的命替你挡车呀。是啊，你们毕竟有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而且还有佑佑。其实文周这孩子他本性并不坏，我们想着还是希望你们能重新和好。宁宁，你能不能再给文周也给我们俩一次机会啊？能不能再给文周也给我们俩一次机会啊？伯父伯母，我一直很尊重你们，但我和文周之间已经没可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那文周也是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，他现在的状态太让人担心了，我们不想让他后悔一辈子呀。你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能不能……我知道顾文周其实没有出轨，他只是精神上背叛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我的眼里
容不下半点沙子。我和他之间，真的没可能。有些错一旦犯了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我明白了，宁宁，终究还是委屈你了。我会劝文州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。可佑佑是我的孙子呀。佑佑会一直在我这里抚养，顾家可以随时来看。伯父伯母，请回吧。刚刚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……你怕什么？我当然怕了，你可是我等了20年的宝贝，要是又被抢走了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位小姐，这是一封匿名投递的文件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这6年的婚姻走到最后2败俱伤，一身伤痕。从今往后，我和顾文州彻底分道扬镳。我只想做好我自己。王嫂，这周接下来还是要辛苦你了。这就走了？这周探望时间已经结束了，只是这么久了，我还是没能见到阿宁。或许她还是没有原谅我。这周探望时间已经结束了。这2年来，你每周都准时来看悠悠，还给她带来很多玩具，也越来越会照顾孩子了，的确是改了不少。是啊，悠悠现在越来越活泼了。你呀，要是2年前能这样对江总和佑佑，他们怎么会离开你呢？江总那时候多爱你呀，你说你们怎么就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呢？是啊，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阿宁。我现在有在努力照顾佑佑，重新发展公司，又重新做到了杭城首富。希望阿宁哪一天能想起我，能见我一面，哪怕1分钟也好。你听说了吗？江小姐要结婚了，那可是世纪婚礼，当然听说了。结婚场地啊，又大又豪华，哎，真是让人羡慕。一个是京都首富唯一继承人，一个是海外江氏财团小公主，这才叫登对呢。据说傅先生等了咱们江小姐这么多年，也总算是有个结果了。顾总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郎才女貌，太登对了。是啊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要不来杯果汁？下面有请2位新人喝交杯酒。祝2位新人的生活甜甜蜜蜜，幸福永远。我确实想喝酒，可我想喝的是8年前那杯交杯酒。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没事，婚礼还没开始，我想到处看看。他们说的对，阿宁塔和傅慎行确实很登对，只是这样的照片8年前我们也一起拍过。2位离得近一点啊，再近一点儿。哎，好，对着彼此互相笑一笑。文州，
嫁给你我很开心。偷偷告诉你，其实不是商业联谊，是因为你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男人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分开。哎，好，这个姿势很好。3、2、1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的妻子阿宁会和其他男人拍婚纱照。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可我无论做什么，都没有办法再挽回他。哎，这位先生，您是新娘的哥哥吗？这我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？啊，这位先生，您是新娘的哥哥吗？这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算是吧。我说呢，我是盛行的哥们儿，他今天要结婚了，我是真替他高兴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和盛行还有江宁那都是邻居，那会儿他还住在京市呢。傅盛行和江宁啊，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，从这江宁出生开始就被认定了是傅家未来的儿媳妇儿，这傅家人对他老好了。是吗？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听阿宁提起过。其实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儿，毕竟这谁能想到，长大以后我这哥们儿的婚事居然被一个二流企业家的儿子给截胡了。这先来的居然打不过后来的，你说这算什么道理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盛行哪点比他差了？我这哥们儿可是跟我说了，他从几岁的时候开始对江宁就是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？儿子，你看，这位江小姐啊，就是我跟你说的江氏财团的继承人。她这次回国啊，主要是找合作伙伴。今晚所有人都是冲着她来的。咱们故事啊，要是能以她来做，哎呀，那可就好喽。她真好看，我原来对她也是一见钟情。这位先生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幸亏啊，杭生那个蠢货，他不识货。听说结婚6年，经常吵架，他居然还因为一个要学历没学历、要能力没能力的绿茶白莲花，处处给江小姐难看。嘿，这江小姐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就跟他那个蠢货前夫离婚了。这傅盛行也算是成功上位，这等了20多年，也终于算是等到了。我这个做兄弟的呀，也真是替他开心。是啊，阿宁的前夫。不过我听说这江小姐对她的前夫还是有感情的，要不然当年也不会冒着难产大出血的风险给他生孩子。哎呀，真是佑佑，差点忘了，我们还有佑佑。哎，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为了佑佑，也为了我自己，争取最后一次。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入场。我们的女儿终于找到她的幸福了。新郎，你是否愿意深爱眼前的新娘，承诺此生爱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，就像爱你自己？我爱她，胜过爱我自己。新娘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新郎，成为他的妻子，和他缔结婚约？我愿意。现在，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。阿宁，我觉得好不真实，这一切像是在做梦一样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小时候一起玩过家家的男生，真的成了我的王子。我也没想到，童话故事里的公主，真的让我娶到。等一下！等一下！我的天，这怎么回事？一场婚礼上怎么会有一个新娘，2个新郎啊？我怎么感觉他有点眼熟啊？
想起来了，他就是以前那个顾氏集团的总裁，新娘的上一任。顾氏集团不是因为一个实习生倒闭了吗？都离婚了，还穿成这样来婚礼现场，该不会是想抢婚吧？顾文州，我看在你是又有生父的份上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你。你在江氏家宴上发疯，在宁宁的颁奖典礼上煽情，可你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这是我和江宁的婚礼，伤害了他整整6年，还不够吗？沈行说的对，顾文州，你别忘了，2年前我女儿就已经和你离婚了，她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幸福，你还想拆散她吗？我们江氏不欠你的，宁宁她更不欠你的。她为你生了孩子，照顾你6年，你还嫌不够吗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给我出去！伯父伯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来打搅阿宁的婚礼的。我如果今天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阿宁，我只是想要最后一个结果。阿宁，我只是想要最后一个结果。顾文州，你我之间在2年前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现在能让你每周看一次佑佑，已经是我对你们整个顾家最大的让步了。阿宁，我知道这6年来是我不对，也知道你爱恨分明，走了就不会再回来。可是8年前，你也是我的妻子啊！我们结婚那天，你曾经说过，你会永远爱我的，我们一辈子不会分开的。宁宁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文州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只要你不弃我，我必不负你；只要你不变心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分开。顾文州，我的承诺从来没有失信过，可你别忘了，是你为了一个实习生抛弃我的。我江宁从来不会失信于人，但更不会爱上一个弃我于不顾的男人。顾文州，你走吧。顾文州，你走吧。你没听见吗？宁宁她不喜欢你了，她让你走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宁宁怎么能吃这么多年的苦？她早就应该放弃，追求她自己的幸福了。你走，你走！傅慎行能做的，我都能做到。我也会学着给你做饭，无微不至的照顾你，也可以等你很多年，甚至一辈子。阿宁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可我对你的爱一点不比他差。我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迟来的深情不算真爱，更不过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是一个专一的人，从今往后，我的爱只会给申行一个人。顾文州，有些东西是很长久，但也很脆弱。我们的爱碎了，就再也回不去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带着佑佑自由自在的活下去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有些人失去了就是一辈子。阿宁，早知道你我之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圆满，8年前的今天，你的手我应该握得更紧一些，再紧一些。阿宁，往后余生我依然会守护你，但不会再打扰你。从今往后，就当我和旧时都是一场梦吧。